안녕하세요，大家好，我是尼路。今天是周间特惠的第4集。最近事情比较多，我们就不废话，直接进入主题吧。第一款是《神域原罪2》，原价1038台币，打完折后只要363元，特价到12月23号截止。Steam 的评价是超过13万篇的95%压倒性好评。它是一款策略战斗型的角色扮演游戏，里面采用了传统的战棋回合制来呈现每次进入的战斗，且会依照角色的特定能力值来决定行动的排序，再花费相对应的点数来做出动作，打倒敌人。游戏里的火焰、闪电、冰冻、毒气等等招式都不再只是特效，属性相克而已。你能想象火焰燃烧有毒气体产生连环爆炸这种老套设定，对吧？但你能想象得到可以用传送把敌人慢慢拖回城镇，交给看门守卫海扁一顿吗？这真的是完美的落实了游戏多样性这个东西。不过这些奇怪的套路搭配都有可能被敌人反过来利用，所以这些设计呢，就让整个难度提升了一个档次。剧情的部分也是大受好评，游戏里的每个角色都在剧本中有着一定的分量，只是他该死的时候，你想挡也挡不了，哪怕他是陪你闯荡很久的伙伴，没了就是没了。游戏里还有许多由社群玩家自行制作的 mod， 像是全新的装备外观、美化角色、改善 UI 界面、画面优化等等等等。甚至连全新的技能、职业、地图、武器装备，奇怪，怎么游戏社群搞得像公司在出 DLC 一样啊？内容是真的很多很多，让游戏除了本体以外，还有更多的可玩性。没玩过1代的话，不用担心啊，因为故事内容属于它的前传。游戏时长1周目大约上百个小时，喜欢 RPG 游戏的玩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款《神域原罪2》。再来是 GTFO， 这款我原本觉得有点奇怪啊，小帮手怎么会放进来？因为它只打了7折，从1190台币变成833块。结果我一查，历史低价就是8折而已，现在是历史新低7折。特价期间到12月23号，Steam的评价是3万篇的87%，极度好评。它是一款生存恐怖第一人称射击合作游戏，玩家扮演的是囚犯，跟其他3名伙伴一起回应典狱长的要求，深入到6600万年前，造成恐龙灭绝的西克苏鲁伯陨石坑里执行科学家制定的各项任务简单来说就是关卡的最深处有个东西要请你带回来啦。游戏主要着重的点在于团队合作跟潜行，千万不要当成一般的 FPS 来打，因为你的物资很有限，怪物也不是一来就只来1-2只，而是一大群。当然你也可以架设机枪跟铺一些泡沫粘着剂，但是子弹就是有限啊，而且还有一个东西叫做沉睡者，有时候一次好几只，没有跟队友同时把他们全部刺杀的话，他们醒过来扁你一拳，你就倒在地上了。这游戏的难度是真的很高，而且通关率很低，所以强烈建议要找朋友来玩，不要野排，不然你很容易被老手骂到狗血淋头。然后是猎杀对决，原价1099台币，打4折以后只要439块。截止日期到12月20号，Steam的评价是超过11万篇的84%，极度好评。负评主要来自亚洲玩家的连线问题、优化、外挂、bug 等等。那它算是一款多人连线的 PVE、PVP 混合类型射击游戏。它真的很硬核哦，因为你在里面扮演赏金猎人嘛，在一张开阔的地图上猎杀魔物，10人制的游戏，每2人1组，总共5队要互相竞争。也就是说，即便这次的讨伐任务再怎么困难啊，都不会有人选择合作，而是朝着你的头突突突一阵乱射。而且在游戏中你死亡的话，不只是装备啊，连你刚创建的那个角色也会一起拜拜。不过玩法也是蛮多种的啊，你不一定要去打人，搞不好在一阵乱战之中，你就可以把别人狩猎的结果给打包带走。而且即便讨伐失败的话，它还是有撤离点可以让你离开。角色培养上也不是真的那么的困难啊，所以得失心不用太重。再来是 Fresh Women Season 1， 原价是28台币，打8折后是198元。长年以来的最低折扣是9折啦，那最近也是历史新低8折，多10%。它是一款以选择为导向的成人向视觉小说游戏，玩家将要扮演刚入学的大学生因为事故而失去了部分的记忆。第一季总共有5个章节，游戏时长约8到10个小时。虽然说游戏要上垒的进度呢，非常非常的快啊，但是有几个缺点啊。第一是代入感比较差，第二是游戏中虽然运动的景非常多，但是有7000张都是静态图片，只有150个是动态场景。建模是非常优秀没错，不过重点根本就不是在运动的部分，因为内建的繁体字幕呢翻得很本土化，而且剧本本身就非常有趣，导致大量玩家都直接跳过了色的部分，不断的朝主线推进。然后是星际大战绝地组织陨落，原价1099台币，打12折以后只要131块。截止日期到12月20号，Steam 的评价是9万篇的89%，极度好评。
一款由《星际大战》改编的半开放世界第三人称动作冒险游戏。剧情探索的部分比较类似秘境探险，很多地方都需要解谜才能有路可以继续前进，所以才说这是半开放世界嘛，毕竟不是每个地方都可以自由探索。战斗的部分就有点四不像啊，它参考了之昂的体干值，但是实际上不怎么实用，大多时候还是找破绽、躲招、偷 A 一下，整体比较偏向爽感类型的动作游戏。那既然要爽嘛，它的战斗模组也是蛮丝滑的。如果你是这方面的苦手呢，它有一个简单模式可以开启。剧情的部分，不懂星战的玩家也是可以玩，不过故事上就比较普通啦，它的战斗做的还是比较好。再来是 Green Hell 绿色地狱，原价是378台币，打7折以后是264元。截止日期到12月20号，Steam的评价是4万篇的87%，极度好评。它是一款开放世界极高硬核的生存模拟器，很常被拿来跟 The Forest 相比，但是是截然不同的系统。它里面多了蛋白质、脂肪、碳水、理智质等等众多的生存要素。因为背景设置在亚马逊雨林啊，所以里面非常的险恶，有超多的虫子、水蛭都在草丛里面阴你，时不时就要卷起袖子跟裤管检查一下有没有什么东西附着在身体上面啊。如果你受伤不处理又不喜欢洗澡的话，你有极高的可能性会感染生病。再夸张一点，你不搭个棚子在外面乱睡觉，还会被蚊子叮个半死。对，它就是这么的细节，这么的硬核。再来是模拟动物园，原价975台币，打25折以后只要243块。特惠日期到12月22号，评价是超过53000篇的90%，极度好评。那这款游戏在2019年就上市了。至于为什么要提这个呢？因为大多的负评都来自于刚上架的时候，游戏不怎么成熟，教学模式说的东西有点少，还会闪退吃你的进度。尤其这又是一款比较硬核类型的经营游戏。那时间已经过去3年啦，即将迈入第4年，所以大部分的问题都已经得到修正，而且还在持续的更新。市面上的经营游戏几乎都只需要规划园区路线，最多就是再制定一下员工的薪水跟设施的收费。那这个游戏难的点就是难在你要照顾动物，有一些阿狗阿猫不吃这个不吃那个啊，有一些熊熊莫名其妙打起来了，要不然就是生病。所以你的园区越大，你的工作量就越多。优点是动物真的很可爱，可以缓解你这方面的压力。接下来是 For the King， 原价318台币，打25折以后只要79块。特惠时间到12月23号，评价是超过2万篇的88%，极度好评。这款游戏有点吃脑波哦，因为我大学的时候有跟同学一起玩。它是一款回合制加上类似大富翁的 roguelike 游戏，最多支援3人同乐。游戏开始的时候有铁匠、学者、猎人、吟游士人4种职业，开局还要选出 buff 跟底 buff 的剧本类型，里面还有一些支线跟事件，所以即便主线是固定的，每一局玩下来还是会不太一样。整体玩下来其实很有桌游的感觉啦，因为它还有一个掷骰子的判定要素。没朋友的话一样可以玩，只是变成你要一个人操控3个角色。游戏节奏偏慢，所以吃脑波的部分就是在这一块啊。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有点无聊。再来是 Dying Light 垂死之光，原价449块台币，打完折后只要134元，促销到12月23号结束。Steam 的评价是25万篇的95%，压倒性好评。它是一款第一人称的末世生存游戏，以僵尸为主题，结合了跑酷要素。它的2代偏雷啊，不建议游玩。游戏的特色是行动跟战斗上的画面处理得非常细致，你可以踩过僵尸进行跳跃、滑垒、回旋踢，奔跑之后还可以做出情报等等动作。地图中的物件也大多都可以攀爬，没有限制玩家的行动空间。剧情方面也不必完全跟着主线，支线以外还会有偶尔的随机事件可以挑战。好玩的部分在于连线啊，它最多支援4人一起游玩，你可以乱入跟你主线同进度的好友，也可以扮演僵尸去乱搞别人的世界。如果有3D 运动玩家的话，购买前可能要先斟酌一下，因为很多会有高处落下来的动作，视角也会跟着角色翻滚。最后一款是全面战争模拟器哦，这个真的是超级好玩诶！原价318块，打完折后只要108元，促销日期到12月20号，在 Steam 上面有超过9万篇的98%，压倒性好评。它主打的是超级写实的战场战斗策略战术模拟游戏，哎呀，我讲的我都心虚了。玩家将要透过地形、军种、兵线等等进行布阵来对战。前面讲的那些策略要素是真的存在，只是它
打起来很强而已。游戏模式还有分为沙盒跟战役模式。那沙盒就是自由的创造军队，不限制数量跟兵种，简单来说就是给你玩疗愈的啦。那战役就是有许多主题让玩家去挑战，里面又分为10个小关卡，需要有效的分配关卡提供的资源才能取得胜利。不过有时候过不了关也不用太生气啦，因为它的 AI 判定很不准确，也没什么逻辑。士兵就像泥巴一样软趴趴的，战斗动作非常搞笑。又或者你可以跟朋友连线对战，时间一下就过去了。总体而言，不管是益智的部分还是解压的部分，都做得很优秀啊，可以趁现在特价的时候赶紧购入。以上就是本周特惠的全部介绍啦。如果你有看到什么不错的游戏，也刚好在特价的话，欢迎在底下留言分享给大家。那么我是尼禄，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